快捡！不捡白不捡！扔我就不服了。好疼啊！救救我！救救！哎，别过去，小心他赖上你，说是你撞的。这年头谁敢扶？我家煤矿，我扶不起。有没有好心人呐？救救我！老夫人啊，老夫人，您这都碰瓷7天了，钱被捡光了不说，人还差点摔出屎。这法子，给总裁找老公也太离谱了吧！奶奶，您别动啊！这还扶？不怕讹上？怎么样？这脚还能动吗？疼吗？腰呢？快起来！哎呀，来，奶奶。傻子，你还把钱还他？你当心被讹呀！你看这傻子，切！别人捡完钱都跑了，你来还我，你就不怕我反过来说你推了我，再讹你医药费？怕呀，但是钱是您的，您还摔着了，这2样我都不能不管。再说了，我也有钱，虽然钱不多，但是挂号拍片的钱还是有的。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奶奶看你这心善人实，是个好孩子。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家做我的孙女婿？奶奶，我叫林子轩，送外卖的。您别说这个了，我们赶紧去医院吧。先生，只要你答应结婚，这500万的嫁妆就是你的了。这是我们沈氏集团董事长的诚意。500万支票，居然是沈氏集团董事长。你是沈氏集团董事长？这老太太看着不像骗子，骗也没必要骗一个外卖员啊。而且，妈的手术真的不能再拖了。好，我答应你。海燕啊，这次合作呢，我们赵家拿出了十足诚意。来，我敬你。沈海燕，今晚之后，看你还怎么高高在上。今晚之后，看你还怎么高高在上。您好，谁的外卖？放门口，没看见正谈事儿呢。请问是沈海燕小姐吗？尾号8866。是我。你好，沈小姐，这是您外卖。你奶奶说要我和你相亲，如果合适的话，明天我们就可以去领结婚证了。哪来的神经病啊！保安，把这个送外卖的给我扔出去！这酒不对。那个沈大小姐，今天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回去吧。沈小姐，你脸色怎么这么红？是不是发烧了？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吧。小陈，你给我滚！立刻滚！海燕，你听我解释。滚！沈小姐，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小哥，你会吗？会什么？等等，我们昨天……我不用你负责，你不用担心。这外卖没送完要扣钱的。什么？你跟我睡了一晚，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担心你的外卖？
这外卖没送完，要扣上百的。这卡里有10万，够赔你的了吧？闭上嘴，不然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告诉你，我又不是看在谁奶奶的份上，我怎么会来这？再说了，这么好一个老太太，有你这么个孙女，得了便宜你还卖乖？臭丫头，民政局9点开门，我预约好了，你现在立刻马上带着子轩去把证领了。什么？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送外卖的，我和他没感情。你敢不嫁，我就从楼顶上跳下来！我没脸见列祖啊，怎么养出你这个混账孙女啊？我嫁总行了吧？穿上，走。去哪儿？戏还没演够啊！你费这么大周折，不就是为了一张结婚证吗？别浪费我时间，领完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你，哎呦，小哥，是你啊！离婚登记在隔壁窗口。我们是来结婚的。结婚？你们这状态可不像啊！提醒一下，用欺骗手段结婚是犯法的。我。我们感情很好，申请结婚登记。陈总，请，下午2点和陈氏集团的会议以及3点董事会的资料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收个案数据再核查一遍，1个小时之后我要看到最终版。明白。我就送个外卖，送出个老婆了，这超级女总裁。回家跟奶奶复命。是。手机拿出来，加个联系方式，免得到时候奶奶查岗的时候说我不配合。跑得准，送得快，接手接单，抢钱又抢分。稍等，手机卡了。你记一下他的电话。是。我接下电话。啊，好。喂，妈。小轩，医院那边刚才又催缴费了，说再不交，有些药就得停了。妈是不是拖累你了？妈，你说什么呢？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过2天我就去看你，你就好好配合治疗。唉，都怪妈这身子不争气，让你在外面受苦了。昨天的500万支票，咋兑现我都不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医院那边等不了。电话打完了，上车。老婆，不，沈总，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有急用。哟，这才刚领证1分钟呢，你就开始伸手了？要多少？300个，你胃可倒不小嘛！给他300个。是。300块？我是想说3000块应急啊。也是，可能我们俩不太熟，变熟了他应该能借3000块的。还愣着干什么？上车！我警告你，沈家规矩多，把你那些不该有的小心思都给我收起来。哦，这么大地方，这拍短剧都不需要搭景了吧？少说话，多听。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借钱就借我300，还半天不准。哎呀，子轩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了。要是韩嫣欺负你，告诉奶奶，奶奶替你管教他。谢谢奶奶。奶奶，人我送到了，证我也按照您的要求领了。我公司还有会，我先走了。哎，这孩子，你这刚结婚就回公司，这算什么呀？没关系的，奶奶。走了好，走了好，
不然耽误我下午跑完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奶奶，刚刚张特助给我打电话说，让沈总务必去参加酒会，还说必须带家属。酒会，好事啊！韩嫣这丫头半个月不着家，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把你介绍出去。子轩，你自己也得准备准备啊！准备啥？我看沈总的衣帽间里有好多黑色衣服，就跟个保安制服似的。我能穿那个去酒会吗？保安服？你说那几套高定西装啊？高定？我没看到衣服上有钉子。不值几个钱。你要是看着顺眼，拿去改改，或者是处理掉都行。那是韩嫣的东西，也是你的东西，你随便处置。真的？沈总，林先生他又怎么了？他把您在衣帽间里那套意大利纯手工制作的西装给改成修车工的连体裤了，现在正在后院跟奶奶的家具车打蜡，说这衣服耐磨都得，方便干活。什么？沈总，林先生把您收藏在酒窖里那几瓶博图斯打开烟糖算了，他说看着瓶子挺厚实，密封好。继续。还有，您书房那方端叶被他拿去捣辣椒面了，说这石头盐薄真顺手。沈总，他又干了什么？您那套拍卖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纯银咖啡具，被他卖给收旧货的了，说是占地方，锈了可惜，就卖了85块，还给奶奶买了条新围巾。回家，现在。快来快来，子轩做的这腐乳啊，简直一绝！还有这辣椒酱啊，太好吃了，你尝尝。林子轩人呢？在换衣服，等着吧。这真行吗？勒得慌。不过这口袋可真是啊，能装2个手机呢。谁给你准备的这身行头？真把自己当沈家男主人了？他不是你是啊。我晚上去陈家的酒会，你必须带着子轩去正式亮个相。沈总，项目组那边有紧急情况，需要您立刻连线确认。你先进去，找个地方待着，千万别乱跑，给我惹事啊！我处理完就过来。走。得了，这又被丢下了。好吧，我自己逛逛。哎，赵公子，您来了啊！这食量，喂鸟呢，还没我外面盒盖里剩的多。听说您跟沈家的合作谈得很顺利，您跟沈小姐从小一起长大，这关系果然不一般呢。那当然，咱们江城谁不知道，赵公子和沈总那是门当户对的金童玉女，天生一对。都是家里长辈们的交情，我和韩嫣也就是比较谈得来。他那个人啊，事业心太重。来，你怎么回事？站在这里挡路吗？是他撞我的。哎呀，
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前2天给咱们公司送咖啡那个外卖小哥吗？怎么，今天改行混进来收空瓶子了？现在这高级场所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什么人都能进来闻闻味儿。你这身上的味儿，是机油混着廉价洗衣粉吧？赵公子，您可小声点，您看他，可能是过来当侍应生的，看他端酒杯的样子，还挺像那么回事。我是受邀来的客人。客人，邀请函拿出来看看呀，该不会是偷偷溜进来的吧？这地方的一杯酒够你跑半个月退了吧？哎，等等，你们看他手上戴的那是什么？理查德米勒 RM56。上个月拍卖会上，我亲眼看见一个匿名拍卖者以9800万的高价把它买下，现在怎么会戴在一个送外卖的手上？9800万！我的天，这穷小子把后半辈子都预支了，也不可能买得起啊！肯定是偷的。没错，赵公子，这货肯定偷了您的表，不是偷了本该属于您的表。报警，必须报警！这种社会渣子就该抓进去。我不是偷的，这是别人送给我的。送的？谁能送你1个亿啊？这表是属于我赵琛的，是韩嫣知道我想要，特地给我留的。你个送外卖的脏手，也配碰？把他的表给我摘下来！放开！你们这里抢劫？什么抢劫？我们这抓小偷是为了正义，你小子还不老实！我的表！偷窃、混入高级场所、招摇撞骗，这些罪名啊，够你在里面待几年了。哎，不过在这之前啊，我要让江城所有人都看看，你这种下等人是怎么像狗一样趴在我面前的。不过还有啊，把他这身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假西装给我扒了，让所有的江城人看到他的真面目。对，扒了，拍下来发网。放开！标题就叫外卖小哥偷天价名表，混入豪门宴会当场现形，肯定火。哟，还想打电话呀？你是想打电话给你那些外卖兄弟，还是打电话自首啊？沈总，刚刚收到消息，是关于林先生的。他又惹什么事了？不是，是我们核查了他最近的账户和动向，发现您之前给他的300万，他1分没动。昨天他母亲做手术的手术费，是他连续熬了3个通宵，接夜间高价跑腿单凑出来的。另外，他之前变卖家具的那些钱，扣除给老夫人买围巾的那85块，剩下的全部以老夫人的名义捐给了市里的流浪动物救助站。收据刚寄的老宅，老夫人正在看着流眼泪。什么？立刻回应魏听，快！你，哼！刚才是想给谁打电话？是给你那些骑手兄弟们吧？我告诉你，我今天都要看看是谁敢踏进这个门帮你。哼！放开！赵琛，你多心少！一个送外卖的废物，我就欺负你怎么了？你敢还手，我就立刻让你从江城消失。你，这地方啊，才适合你。赵琛，我不想惹事，不代表我怕事。哎呦，妈的，这小子练过哟，还挥2下子。送外卖练出来的野路子，我正好跟你会会。刚才不是挺横的吗？你说我要把你这玩意儿给废了，韩嫣还会再多看你一眼吗？赵琛，你会后悔的。后悔？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赵琛，住手！
手！沈总，沈总，寒烟，你怎么来了？正好我抓到这个刚混进宴会厅的小偷，他不仅想偷你送我的表，还想动手打人。小偷？那块表是我送给他的，有什么问题吗？寒烟，你说什么呢？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呀，他凭什么呀？我的钱想怎么花，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还有，这块表我什么时候说是给你准备的？表确实是我误会了，但是他混进宴会厅总是事实吧？混进来，张特助，请解。林先生是以您的合法配偶沈家男主人的身份正式受邀出席。男主人？怎么可能？寒烟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是男主人呢？他们刚刚说要怎么处置你？沈总，他们说让我不再做个男人。寒烟，你别听他胡说，我没不让他做男人。做不了男人，这个想法不够有创意。你也这么想啊？那不如把他的双腿给砍了，然后送到城外的垃圾场，让所有人都看看。少公子，这个想法啊没意思，我带你玩个更有趣的。张特助在，把他们3个给我捆起来。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断人手脚，那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自受。是。哇，张特助，你这太厉害了，教教我吧。寒烟，你疯了呀！你为了这个废物竟然要动我，我到底哪比不上他了？都给我听清楚了，林子轩是我沈寒烟的法定丈夫，是我们沈家未来的男主人。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敢动他一根手指，那就是跟我沈寒烟过不去，跟我们沈氏集团过不去。张特助，给这3位公子今天晚上安排6个成都肌肉大猛一，好好服侍服侍，让这3位公子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男人。是。这有点开玩笑了。沈总，不要啊！走。求求你饶了我们吧！这么凶残，以后千万不能惹他生气啊！走啊！寒烟，寒烟！寒烟，你要干什么？你今天还蛮有男人味儿的。寒烟，子轩，你们是不是要回子轩的老家补办个酒席啊？让林家人都知道。寒烟不愿意就算了。女方又给男方面子的，风风光光的，让全村人都知道娶了个好媳妇儿。奶奶我说的听到没有，寒烟？知道了，奶奶。继续，我啥也没看见，啥也没看见。我的娘嘞！电视里走出来的人吗？子轩真出息了，娶了个仙女。就是，你看那车得多少钱？老林家这回真攀上高枝了。子轩，你回来的正好，有件陈年老账也该了结了。这是之前你父亲病重，向公社祠堂借的救命钱，抵押的是你和你父亲的2代，给祠堂当牛做马还债。我爸走了10年，我从来没有听过欠下什么债。那是你爹没脸说。现在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子轩，别怪族里不近人情啊！林振洲家知道吧？厚道人家，他家闺女有点小毛病，人家说了，只要你愿意过去，不但债一笔勾销，还给你这个数的彩礼，够你娘后半辈子吃喝了。过去入赘，拿我去换彩礼，你们把我当什么牲口吗？看来子轩开豪车回来了，逼人卖身还债，这戏码太可以了。这是老祖宗的规矩，你要不认也行。按规矩，抵押的宅基地
和村头那2亩薄田，祠堂收回，让你娘睡大街去。轩儿，算了，妈不住这儿了，我们走吧。地你们收不走，债我也不会忍。我倒是要看是哪个祖宗定下这吃人的规矩。韩嫣，这是我的家事，我自己能处理。你的家事？你现在是我沈寒烟的男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张特助，查，从这张纸到在这里说话的每一个人，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背后动我沈寒烟的男人。村长，这个印泥的颜色和我爸之前这张单据的颜色差了好几个色号。放屁！都10几年前的东西了，颜色能一样？好，我暂且先不说颜色，这个后面的30万整像是后天的，那到底是多少？300还是3000？林子轩，你别胡说！我胡说什么？好，再来看看这抵押父子2代劳役这句，完全就是语法不对，就像小学生写的。再怎么说，我爸也是念了几年的书。那是你爸病糊涂了。病糊涂了？好，那我就不说这些了。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禁止以人身抵押作为证据是完全行不通的。法律面前，我就算是承认这东西，这完完全全就是一张废纸。张特助，都录下来了。全程清晰，沈总。伪造文书、敲诈勒索，还是针对我沈氏的亲属，这些罪名够你们在县派出所住上一阵子了。林家媳妇儿，这里是林家祠堂，是男人说话的地方，一个女人家还是个外姓媳妇儿，瞎掺和什么？这是老祖宗的规矩。第一，林子轩他是我沈寒烟的男人，我叫你一声村长，那是看在林子轩的面子上。第二，你们县长见我的时候都得喊我一声沈总，你刚才的态度让我很不满意，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跟你们县长聊聊，明年的 GDP 还要不要涨？好家伙，县长还得巴结我媳妇呢。沈总，你先别生气，是我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咱们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你的规矩大不过国法，处理得不错，现在伯母回去休息吧。沈总，查清了，那3个外地人，其中2个是赵琛养的，专门处理灰色事务的打手，还有1个是做空包公司的会计。1周前120万的款子从赵琛的皮包公司出发，最终汇到了村长儿子林铁蛋的账户上。咨询费？咨询？怎么用一张假的借据逼人卖身？果然是他，宴会上没本事，钱把手伸到我老家了。你怎么看？第一，报复，在江城丢了面子，肯定会怪罪我，让我身败名裂，最好是跌倒。第二，沈寒烟，他想告诉所有人，你千挑万选的就是个废物，还贬低你的眼光和智商。继续。第三，他可能知道我们手上一些东西，知道我们沈家对农村生态感兴趣，我们接下来的生态开发和高端种植，他肯定会有预谋。他想把这滩水给搅浑，但接下来想投资或是开发，他都能插一脚。在我们身处劣势，再继续低价介入，一箭3雕。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我是跑外卖时学形形色色的人算计和脸色看多了，像赵琛这种人不会为了一口气就去砸下这20万的。林子轩，你比我想象的要更难对付。我只是不想任人拿捏，尤其是怕你为了我让你为难。他们想演戏啊，那我们就陪他们演场大的。明天祠堂大会，你敢不敢当众撕开这一切？哼，有什么不敢啊？张特助，让总部的战略部和投资部全体待命。明早之前，我要看到一份关于邻村以及周边区域可立刻执行的生态旅游与特色农村产业相融合的投资计划书。投资预算就先按5000万算。明白，立刻。你这个男人还挺有意思。有赵公子撑腰，我还怕个女人不成？来纸黑字，负债子偿，天公地道。林子轩，你今天当着列祖列宗
和父老乡亲的面，你是认债还是认罚？好，今天我就当着祖宗和乡亲们的面，把这个事情给掰扯清楚。第一，这张废纸是假的，按照现在的民法典，是无效的，是犯法的。你是想用一张废纸，把我和我爸都变成你的奴隶吗？你放屁！好，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你哪来的？村长的儿子林铁蛋收了江城赵氏集团公子赵琛20万好处费，配合他人做去坑害本家兄弟。他们想用一笔假债逼我离开，毁我人生，最终是想搅黄咱们村的任何收入好处，好让他们自己来捡便宜。这是假的，是电脑 P 的。林子轩，你个白眼狼，勾结外人陷害自己人。 P 的。这里面呢，可是经过银行盖章的原始录音凭证，还有赵琛手下与林铁蛋的全部通话记录，以及他们安排此时的部分录音，已经公证。同时，沈氏集团的法务部已经将此事连同赵琛之前多次违法行为整理成一册完整的文件。我一个消息，这些文件将会被送到市执法队，以及3家主流媒体记者。我们沈家做事，先讲道理，再讲法律。道理讲不通，那么就让法律和舆论来评评理。林村长，你是想自己把事情交代清楚，争取个宽大处理，还是想等执法部门以及记者来了，让我们村因为这件丑事闻名全国？我交代都是赵琛赵公子安排，我儿铁蛋鬼迷心窍了。沈总，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把钱都吐出来，不要让我和我儿进去好不好？我还没送呢，这不是要看村长聪不聪明。村长，您接着跪，我来跟你说个正事。请说，只要不让我和我儿进去，怎么着都成。我媳妇有话要讲，大家鼓掌。丑事说完了，接下来咱们来讲讲正事。这是我们沈氏集团为邻村以及周围几个生态自然村量身定制的灵溪生态产业振兴计划。第一期投资3500万，改建后山的20栋老宅为高端民宿，建设标准化的山货加工厂。第二期开发山西漂流以及徒步路线，建造游客中心，配套农家乐升级。那我们呢？我们能挣钱吗？所有项目优先雇佣本村以及邻村的居民，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缴纳5险1金。初步预估，项目全部落地后，每年能为村里带来500万的收入，家家户户只要肯干，年收入翻2番、翻3番都不是做梦。这比朱家那点彩礼高到天上去了。500万翻2番，5险1金，那不跟城里一样？乡亲父老，大家都听见了，我媳妇沈总画的不是笔，是咱邻村的黄金大道。如果你们是继续守着那些逼人卖儿卖女的勾当，还是咱自己在家门口跟着我们的沈总，踏踏实实的去建我们的产业，开自己的厂子，挣干干净净的钱，挺直要刚。说得好。我爸当年为啥借钱？他是为了活命，他要是知道，就为了这点钱差点把我饿死。今天沈总愿意把这些真金白银投到咱们穷山沟头上，让愿意干活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咱们家林氏祠堂任由人吃的规矩给我彻底扔进茅坑，永不再用。废了狗屁规矩，同意。轩哥说的对，对，跟着沈总轩哥干，咱们自己致富。跟着沈总干，废老规矩，废老规矩。张特助，准备合同。另外，以林子轩的名义建设一个林氏助学基金，每年从项目中拨款。是。沈总，子轩呐，是我对不起你。叔之前还欺负你们母子，叔是个畜生啊！你以前确实是，但是以后别再继续了。奶奶看上的这个男人，确实有点东西。子轩啊，你可得好好谢谢韩燕，她可真是为了咱村子做一件大好事。村长说，等厂子办下来，给你单开一页族谱。给你长脸了吧？岂止是长脸呀，妈活几10年，可没见谁这么风光的。哎
这什么情况？这得多少年没有遇到劫道的，真稀罕啊！这是干啥呀？还弄刀弄枪的？上！子轩，你受伤了，儿子，你流血了。没事，就像地面这磕碰了一下。抱歉，是我没保护好二位。张特助，医药箱，以最快的速度清理现场，好好查查这些人的底细，我要知道是谁指使的。是，沈总，执法队马上就到。真没事，我们平时送外卖，有点磕碰太正常了。你是我男人，我不许！你是傻子吗？空手去挡刀？不然呢？看着你受伤。可是你流了好多血，要是留疤怎么办？真没事，好了，你别哭了。乖孙女婿，疼不疼啊？奶奶，都是我的疏忽，我没想到赵琛他会狗急跳墙到这种地步。沈总，那几个歹徒的底细查清楚了，都是江城地下赌场的打手，有前科。我们审了他一下午，嘴很硬，什么都不说。但是其中的一部手机里面，恢复了几条已经删除的短信，指向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我们追过去的时候已经跑路了，但是留下了一点痕迹，足够指向赵氏。意料之中，他能花20万买假债，再花点钱买凶也不奇怪。为什么不把他抓进去？证据链到中间人就断了，赵琛把自己摘得很干净，而且赵家的老爷子还亲自给老夫人打电话求情，说是愿意让出城东的2个亿级的项目作为补偿。赵老头子倒是舍得下本儿。韩烨，你怎么说？还疼不疼啊？没事，过2天就好了。2个项目不够，他上的这双手是要以后和我一起签文件，一起谋害邻村未来，还要保护更多的人。赵琛他既然敢动，就要让他付出同等的代价。够了，人家董事长够给我们面子的，你总要给人家点面子嘛。再说了，把他逼急了还狗急跳墙呢，不如让他看咱越来越好，那才钝刀子割肉，他会越难受。项目全收，同时买通营销号，把我们手上赵氏的负面新闻放出去，让赵氏陷入舆论。明白，这是又得了实力，又拿了名声，这比直接送他进去更狠。商业信誉一旦崩塌，那可就亏大了。瞧瞧，夫妻俩一个刚一个柔，这配合的多好。子轩啊，有你在韩烨身边，奶奶呀可算放心了。好了，我们都早点休息吧。医生说了，你的手不能沾水，我照顾你睡觉。对，早点睡觉，早点养好身体，早点抱曾孙。奶奶，你一天天的想什么？凭什么他一个送外卖的废物，凭什么坐在沈寒烟旁边？赵少，您消消气，肯定是沈总啊，被那小子灌了迷魂汤了。一时糊涂，告诉你啊，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所有的事情我都了解。我赵琛，我堂堂赵氏集团的继承人，要钱有钱，要模样有模样，凭什么？你冷静点，我到底哪儿比不上那个送外卖的？沈家那个老不死的真是瞎了眼了，韩烟一定是被他骗了，对，一定是那个沈奶奶逼着他结婚的。只要让那个送外卖的消失，只要他消失了，韩烟就会明白谁才是真正喜欢他的人。可是上次的事已经惹怒了沈总，可是我们刚把他给得罪了，老爷子这边也发了火。如果我们再出手，不动手，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一个下人糟蹋？硬的不行，咱们就来软的。那小子不是有一个乡村开发项目，咱们给他使绊子，让他的项目黄掉，让他欠一屁股债，让他跪着求我，或者找个机会让沈寒烟看到他跟别的女人鬼混，看到他烂泥扶不上墙的真面目。这倒是个好方法。不过赵少，沈总那边看他看得比较紧。看得紧？哼，我跟他20多年的青梅竹马，
我比谁都了解，他最恨别人背叛他，也最恨别人欺骗他。只有我，才是沈氏的真正男主人，才是真正配得上我。所以，17生态民宿核心不是拆旧建新，而是利用本来保留20几栋荒土老宅做现代化改造，既保证了乡村肌理，也让成本至少降低了30%。那预算呢？总预算方面还在您之前的批准范围内，但是我保留10%利用在不可抗力因素，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怕耽误施工。另外，首批的50个岗位下个月就能到岗。引流方面呢，我打算和资深的 UP 主做一个深度合作，前期打算用一个深度的直播精准引流，比传统的广告性价比高很多。思路清晰，预算把控得很准，甚至还想到了我没有考虑到的淡季引流细节。林子轩，你成长的速度比我想象的更快吧？这都是申总您教的好，送外卖练出来的，就是怎么把最有限的资源最快最准的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做项目嘛，都差不多。所以从今天起，我决定把灵犀秘境的项目交给你全权负责，公司的资源你随便调用，若非重大事项，不必是事项委会办。全权负责，这个担子是不是太重了？毕竟我才……怕了？怎么，你当初在祠堂向全村人喊话的胆子呢？我沈家的男人可不能只是守城，要学会开疆拓土，才能独当一面。这个项目就是你最好的试炼场。我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沈总、林总，人事部门送来调令，关于灵犀秘境副总监的人选是董事会王董推荐的，据说是留学回来的规划专家，叫王威。这是密令。王董事，他很少具体过问人事的事情。但是学历和履历啊都很漂亮，海归专业对口，还在国际知名的 EDAW 事务所担任过高级顾问呢，而且还参加过很多国际获奖的文旅项目，这人挺不错的，你可以看看。既然是董事会推荐的，专业又合适，我没有理由拒绝。正好我们现在的项目已经做到精细化管理，正好需要专业的人才。记住，你是项目的一把手，用人也要防人。集团里不是每个人都像奶奶那么看好你。我懂，兵来将挡。照片也像，不会真是我认识的那位吧？所以，我认为将 A3 区域的老宅保留原始外墙，内部采用智能化模块组成，不仅能节省工期20%，还能形成独特的营销亮点，区别于市场同质化产品。思路很清晰，就按这个方向，尽快做出一份详细报告。林总您好，我是新来的项目副总监，叫我王威，以后还请林总多指教。好久不见，王副总监。林总叫我王威就好。子轩，现在也没外人，就别叫得这么生分了吧，好歹都是老同学，你现在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好久不见，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见。是啊，没想到世界这么小。我还记得高中时候你挺安静的，没想到现在这么厉害，都能负责这么大的项目。沈氏集团沈总对你一定很器重吧？王副总监，公共场合我们还是只聊公事比较好。你还在怪我当年年纪小不懂事，说话没轻重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成熟，其实我也挺后悔的，只是没有找到机会跟你说对不起。没想到缘分这么奇妙。王副总监，高中那些糗事我早就忘记了，我现在只关心灵犀秘境能不能按时保质的完成。当然，林总。对了，如果需要加班，我知道有一家很不错的手冲哦。老同学，别总那么严肃嘛。
装什么装？当年跟在我身后大气不敢喘的穷小子，现在跟我在这儿摆谱呢。林子轩，当年你就是我的舔狗，10年后的今天，姐姐我照样能让你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等着吧。怎么样，见到你那位老同学了吗？见到了，人模狗样的，还挺能装。不过项目确实有点东西啊，沈寒烟真是舍得给他资源。我要的不是夸他，数据呢？核心的暂时接触不到，权限被卡得很死。等过一段时间，一定能拿到。琛哥，我看林子轩那小子，未必就忘了以前那事儿。男人嘛，对年少时求而不得的白月光，总有点特殊情节。怎样？你想玩一把旧情复燃啊？是又有何不可？既能完成任务，又能给我们沈大总裁添点儿，不是一举两得吗？只要他有一点心思动摇，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有点意思，随你玩。不过你记住，我要的是林溪秘境彻底毁掉，要的是林子轩身败名裂，滚出沈寒烟的视线。玩好了，我答应你，1分钱都不会少。你放心吧，琛哥，演戏我可是专业的，尤其是感情戏。走。林总早安，听说你经常来不及吃早餐，刚好我多买了一份三明治，低脂的。你现在的自律和优秀，真的跟高中时总是踩点金教室的男生判若两人呢。我吃过了，谢谢。公司有食堂，以后不需要你破费。食堂哪比得了这个呀？昨晚那份古建筑的文案，我做了点优化，把传统榫卯和现代加固技术结合，应该能省下不少预算。文件发你了。你用的计算模型是旧版的吧？现在最新的标准已经更新了，你用这种模型的话，后期会产生安全隐患。哎呀，是我疏忽了，在国外待久了，对国内更新没那么敏感了。多亏林总把关，公司有林总这么优秀有专业的老板，项目一定没有问题。晚上下班吧，我陪你，正好把数据再核对一遍。王副总监，请你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加班与否，那是我的事。另外，我不希望以后再听到讨论工作以外的话题，请回吧。林总，张道主，网卫最近频繁联系供应商名单和更改详细数据的变动，我要详细的一份报告。收到，林总。林总，这么晚还在忙？我看你晚上都没怎么吃东西，特地炖了点参汤，暖胃提神。王副总监，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子轩，这又没有外人，你一定要这样吗？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看你在这儿专注的工作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了高中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特别努力。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就当是老同学心疼你啊。你尝尝，这汤我订了火候，炖了4个小时呢。就当是我为以前不懂事道个歉，也算是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重新认识的机会。汤我喝了，你可以走了。好，那你记得喝，保温壶放在这儿。走了，真疼。药效发作的挺快嘛。
子轩啊，你别硬撑了。你说的对，那封信，那些馒头都已经过去了。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是林总，沈寒烟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甚至可以给你更多。你之前不是也喜欢过我吗？现在我给你个机会，我们好好叙叙旧。婉婉，你疯了！你给我滚开！你别再硬撑了，你这个样子骗得了谁啊？等过了今晚，你就是我的人了。你放开！婉婉，我当年是瞎了眼了。之前一直以为你不是虚荣浅薄的女人，现在你在我眼里只剩令人作呕的算计和下贱。你给我滚！林子轩，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等着。角度抓得不错。沈总，江特助，子轩那边最近有什么异常报告吗？林总要求对王威所接触的所有核心文件进行最高级别的监控和交叉检验。目前发现，他所经手的3份文件当中均含有未经授权的修改行为，其中包括1份供应商的资质文件，还有1份环保数据。另外，他还经常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对林总进行超越同事界限的接触行为，还有言语暗示。但是，林总居隐拒绝，并保持相应的距离。这些相关的监控记录都已经存档。拍得不错，看来这个女人不单单是进来工作，还有其他目的。是否要提醒林总，或者是介入处理王威？不用，这件事情子轩处理得不错，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背后有我们的人看着。另外，从明天起，加强对王威副总监的全面监控等级。我要知道他过去1周内接触的所有人，经手的所有数据，尤其是非常规的操作。是。那林总那边呢？赵长，不要让他分心，他是我选的，我相信他。想用这种低级的手段，只会让我更加确信有人狗急跳墙。用这种低级的手段离间，真是有趣。IP 地址经过多次跳转，最终的来源是在海外。但是在这个节点过程中，我们关联到了一个近期在江城激活的卫星加密电话。这个电话，它是在赵琛的一个海外空壳公司名下。果然是他。那王威的背景呢？他的履历光鲜，但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他在留学期间收到过几次来路不明的汇款，这些汇款均与赵琛有间接的关联。而且他在刚入职的3个月，还多次的出入赵琛在郊区的私人会所。而推荐他的王董，前些日子刚通过赵氏旗下的基金完成了一次个人投资。一条完整的线，从塞人进来，到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再到埋下隐患，处理的还真是干净啊，差点就瞒天过海。不要打草惊蛇，继续查，我要每一个环节的铁证。是。建材出问题，环保被举报，连设计方案都被人原样偷了去，我们沈氏的脸都被丢光了。林总，这项目是你全权负责的，今天必须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各位领导，我是项目副总监，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我也有责任。但是核心问题出现在几个关键环节上。就拿这最重要的建材来说，这家公司可是林总亲自放进供应商名单的。可就在昨天，这家公司就被扒出原先因为使用恶劣水泥被处罚过。还有环保数据，我们审的最终报告都是林总最后签的字，可这里面的关键数字和我们技术部审核的版本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些被改动的数字，现在成为了别人举报我们的铁证。怎么这样？林总，你怎么解释？第一，关于宏达集团，财务部最终选择了3家备选公司，宏达只是报价最低。按照规矩，他只能进入到备选阶段，还没有到最终确定阶段。我记得我3天后发了份邮件，要求对宏达集团做出更深的背景调查。这份邮件我也发给了王副总监。那几天可能太忙了，没注意到。第二，
关于数据调查，这个是10天前敲定的版本，而这一份是最终审核部敲定的版本。大家看清楚，标准值刚开始是小于50%，为什么现在是小于55%？谁改的？而这份报告在最终确认之后，除了我能改，那也只能是我副总监。你血口喷人，电脑系统出错了，说不定呢。林子轩，你自己捅了娄子，就想往我身上赖，是不是？谁不知道你是沈总的丈夫，除了是想找人背锅呀。好了，先别吵。就算数据可能出问题，但是我们辛辛苦苦做的方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跑到对手公司去？而且报价还比我们低一点，林总，这不会是巧合吧？那就要问问林总了。我听说林总最近私下应酬不少呀。男人呀，有时候喝多了，或者跟某些老朋友聊开心了，说漏嘴了，也不是不可能。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集团股价都受影响了。我建议，在事情没调查清楚前，林总的职务先暂停。好，我接受调查，但是在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建议第一步封存工程项目组所有的电脑和文件，必须去查清楚谁看过、谁改过、什么时候改的。第二，重点去查王副总监的电脑和他使用过的 U 盘数据。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各位，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操作更不会去骗人。到底是谁在搞鬼？查一查，不就清楚了？不用查后台记录了，我这里啊有更清楚的，放。是。王副总监，或许我该叫你赵氏集团总裁，赵琛盼来的商业间谍。解释一下吧。这是假的，这是伪造的，是有人陷害我呀！伪造？这是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电子数据报告，证明刚才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真实有效，未经篡改。这是宏达建材一位前员工的证词录音及书面证明，他承认收了王威的钱，并且配合其伪造了部分资质文件，而这就是银行的流水。岂有此理！吃里扒外的东西！王威受赵琛指使，潜入沈氏，窃取商业机密，篡改项目数据，勾结劣质供应商，并且恶意诽谤，构陷项目负责人，证据确凿。张助理，报警。是。在场所有人都给我听清楚了，林子轩是我沈寒烟法定的丈夫，是我亲自挑选共同合作的伴侣，他的能力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清楚，他的清白由我沈寒烟以沈氏集团的名誉担保。从今天开始，如果再有人对他耍阴招放冷箭，那就是跟我沈寒烟过不去，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说得好，公司就应该像现在这样，才有前途。王董，顺便通知你一下，经查实，王薇是你七弟的侄女，你不仅隐瞒这层关系，助他入职，甚至私下接受了赵家的一栋别墅。董事会已经收到了我的提案，罢免你的一切职务，移交内部审计。法务一起处理。胡说！他干的那些事我根本就不知道。跟执法部门解释吧，带走。走。这个我早就收到了。啊，这你也信啊？第一眼确实有点懵，但是第二眼我就看穿了，这 P 图水平也太差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你。寒烟，谢谢你。谢什么？我沈寒烟的男人，当然只能由我欺负了，其他人没门儿。废物，都他妈是废物！王薇那个蠢女人，王建明也是废物。沈寒
嫣，我从小给你买过那么多东西，我对你那么好，那给他们送外卖的有什么？你看上送外卖的什么了？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哼！靠！我爸还把我卡动了，就因为我没斗过一个跑腿的泥腿子。哼！靠女人上位的软饭男也得意。哼！喂 ，OK， 帮我查一个人，江城林子轩，24岁，给我翻遍江城所有的赌场老街，还有那些黑诊所的档案，找那些没有私了的街头斗殴案，找那些他可能打过工的黑工地。钱，我有的是钱，我要的是时间，24小时之内把他送到沈家那个老不死的手里。老东西最看重脸面，最疼那穷小子，我就让你看看，你千挑万选的孙女婿，骨子里是个什么烂货。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喂，子轩，你现在有时间来奶奶这一趟吗？奶奶，子轩，你跟奶奶交个底，前几年有没有遇到过坎？有没有人找你麻烦？没有啊。奶奶，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韩嫣的话，没事的，我可以走。子轩，你有暴力倾向，还把人家肋骨都打断了，那你会不会伤害我们家韩嫣呢？我没有，那时候我妈病重，我只能去码头市场打零工，那包工头不给我们钱，就让给我们打了一顿。最后一个兄弟被打断了3根肋骨，最后警察带我们去审讯，那包工头为了息事宁人才把钱给我。奶奶，这照片是真的，我林子轩从来没有犯过法，也没有坐过牢。孩子，委屈你了，我差一点就……奶奶糊涂了，差一点就相信了这脏东西。放心，有奶奶在，没人敢往你身上泼脏水。奶奶，领证第2天啊，我就找人查过了，你这孙女婿啊，干净得很。这是有人处心积虑想毁了子轩，离间我们家呢。亲家，子轩他从小就懂事儿，再苦再累，他都没有走过歪路。这些杀千刀的，怎么可以这样编排我儿子？他当时为了凑我的医药费，一天打3份工，脚都磨出血泡，他怎么会去打架去坐牢呀？妈，你怎么了？没事吧？快叫救护车！轩啊，妈，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妈就是心里不踏实。你看你现在又是总裁，又管那么大的项目，妈在电视上都看到你了，可村子里闲话也多起来了，说咱们家是祖坟冒青烟，攀上了沈家这么大的高枝，还说什么？说沈家那样的门第早晚会嫌弃我们，到时候把我们扫地出门。妈，不用听那些人乱嚼舌根，这日子咱们自己过，不需要演给他们看。妈知道韩嫣是个好人，对你也好，可妈就是怕你为了这个家在沈家受了委屈也不说，要真是过得不舒坦，咱也不强求，沈家的钱咱1分不要，妈就是捡破烂也能养活你。妈，咱不能被人戳脊梁骨呀。妈，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受到委屈？我和韩嫣是夫妻，是一家人，你儿子现在有能力照顾好你，也能守护好这个家。
那些闲话伤不到我。医生说妈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主要就是心里压着事儿，气血不畅。妈，对不起啊，是我没照顾好您，让您听到了一些不该听的话。寒烟，你别这么说，是妈自己瞎想。我沈寒烟选子轩，不是图他能给我们沈家做什么。说实话，我们沈家不缺有能力的人。我选他是因为他是林子轩，是他背着高烧的您跑了几里地去诊所，是他为了筹钱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却从来没有走过弯路，是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愿意拿出身上最后的几块钱给路边的乞丐。我喜欢的就是这个人，跟他是总裁或送外卖的没关系。妈信你们，是妈糊涂了。妈，我托朋友从老字号炖的乌鸡汤到了，说是对您身体恢复特别好，我下楼取一下，马上上来啊。哎，你陪妈再说会话。好，那你去吧，小心点。不好意思啊，电梯太慢了。没事女士，您的鸡汤。谢谢啊。寒烟，这么多年，终于只剩下我们2个人，像小时候一样。沈家后花园那个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的秘密基地，你还记得吗？赵晨，你真是越来越让人恶心。恶心？是啊，我恶心。可是我是被谁逼的呀？是你！沈寒烟，我从小就喜欢你，所有人都知道，沈家和赵家的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在一起。可是你呢？宁可去捧那个送外卖的脏手，宁可让他睡你的床，宁可把他捧成沈家的乘龙快婿。我到底哪儿比不上这个下等人啊？你浑身上下，从头发丝到脚底板，哪里都比不上。说什么？论人品，你阴险卑鄙，只会躲在暗处耍手段；论担当，你出了事情只会推卸责任，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可以背叛；论心性，你阴险狭隘，得不到你就想毁掉。而林子轩，他在最底层挣扎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过良心，他面对不公敢挺直脊梁，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守护，而不是你这种变态的战友。不是这样的，那都是装的，他都是为了钱，他是为了攀上沈家呀。寒烟，你被他骗了，只有我对你才是真爱呀。赵晨，你小时候真的挺可爱的，但你长大了真是让人恶心。麻烦你阳光点，放过你，也放过我。寒烟，你一定是被他骗了，对不对？你睁开眼看看我，你看看我呀，我才是爱你的。我要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得到你的。寒烟，你18岁那年我就给你准备好了，你看和你多配，现在就在这儿，就我们2个，多合适啊！你看着多清静，没有人打扰，没有那些烦人的宾客和声音，这才是最纯粹的婚礼，对不对？婚礼，跟你一句行尸走肉，赵晨，你早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玩伴了。从你开始不择手段，我们就是2条路上的人。唉，没关系，你穿上婚纱就是我的新娘了，我们小时候约定好的。赵晨，你就算是穿上了龙袍，你也演不了太子。有些东西你一旦失去了，你就找不回了，比如你的良心、底线。我爸妈嫌弃我是废物，你也嫌弃我是废物，对不对？是不是那送外卖的，我可以当着你的面给他杀了？送外卖的，你怎么找到这的？你爸让我来的。不可能，那个老东西恨不得没生过我。是，
他是恨不得没生过你，他把赵家毁在你手上，怕你背上人命，连最后一点名声都保不住，所以他就把地址给我了呀，条件就是想留你一条命。小陈，收手吧。收手？我凭什么收手啊？我这辈子从来没赢过，在家里，我爸眼里只有我那个会读书的弟弟，我爸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那个病秧子。我呢？啊，我呢？他出生以后，我就是个出气筒，连我最想要的婚姻，我最爱的女人，现在都要嫁给你这个送外卖的。林子轩，你告诉我，我凭什么收手？凭什么？是，我生下来命确实没有你好。我妈生病的时候急需要钱，我没有去偷，没有去抢，我去送外卖，我一单一单的去送。韩燕和奶奶看得起我，觉得我诚实，把项目给我，不会我去学，哪怕是头破血流。你总觉得你应该拥有这些，但是你想过吗？你配得上这一切吗？这才是你输的原因。赵琛，你弄错了一些事情，你输给的不是他，你输给了你自己。我自己？什么？你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别人，父母偏心，弟弟夺爱，就连我也是不识好歹。那我请你问问你自己，你除了会抱怨，会用卑劣的手段去抢，你为了得到，有真正的做过什么努力吗？你以为用钱，用绑架，就能换来爱和尊重吗？我怎么没有努力过呀？努力？就因为你爸爸妈妈偏心弟弟，你就在清明节当天把你赵家祖坟炸了。你弟弟要去欧洲参加夏令营，你就把他的机票改成印度，让你弟弟喝了1个月的恒河水。你弟弟的升学宴，你费尽心思把所有的饮料都加了泻药，让整个江城的名流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这就是你说的努力啊？我靠，你什么玩意儿？你这初中魔王啊！我要是你爸，我也偏心。那都他们逼我的，他们不逼我，怎么会有那样的情况？执法队来了，赵琛，放弃吧，走不掉了。放弃？好，我放弃活着出去。沈寒烟，我爱你，我得不到你，谁也别想！啊！哎呀，子轩，子轩，你的手这么脏，你不配！你疯了！赵琛，我求你，你松手，你放开他！赵琛，我求你了，你松手！看到了吗，沈寒烟，他死了，他真的死了，这就是你选的男人啊！子轩啊，一个蠢到用命去挡刀的傻子，值啊？你觉得真值吗？一条外卖员的烂命，换你沈大小姐的一滴眼泪，你觉得值吧？啊！子轩，我求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好的。我去，不可能！我明明刺中了，我用了全力。睁大你眼睛看看，认识这个吗？防刺服，你爸给我穿上的，就是为了保你一条命。他给你穿上的？他让你防着我。我的好爸爸呀！我所有的退路都没了，我到底算什么？带走。你吓死我了！没事，你老公啊，明拎着呢，送外卖摔不了，刀捅死不了。妈，报告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医生说您的心脏恢复的比预期的还要好呢。之前的一些病灶都清除得非常彻底，只要以后按时复查，注意保养，身体啊就跟健康人一样。真的，我真的好了，以后不用再拖累你们了。妈，你说什么拖累呢？你小半生操劳了这么多，终于可以享清福了。妈，你看咱家以后都是好事，你这身体好了，子轩的伤也快好了，灵犀秘境2期啊，下个月就正式开业了。这奶奶整天想着要抱重孙子。都是好孩子，妈这辈子吃了苦，但也值了，值了。
韩嫣，妈要谢谢你，没有你，子轩没有今天，妈这把老骨头也熬不到现在。妈，不说这些，咱们都是一家人。是你生出了这么好的儿子。沈寒烟女士您好，这里有一份加急配送订单，指定由你本人签收。我没点外卖啊。是你老公林子轩为您点的。哦，那我接。请看窗外。这什么啊？哪有这么浪漫的？沈小姐，我能做你的专送吗？要给5星好评哦。那我每天都要评分，低于5星你就完蛋了。李子轩，从明天开始，沈氏这艘船就交由你来掌舵。我推荐二线，你来担任董事长。